在美国买房子，同样把房子留给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方式的不同会让您的资产相差40%。今天我就用最直观的案例做对比，拆解3种房产传承的方式的差距，让你知道如何让孩子全额继承你的房产，一分律师费和一分的税权都不用你多花，合法合规的保全所有的资产。我们来先看第一种方式，生前直接过户给孩子。很多华人觉得提前把房子过户给孩子，既能省去后续的麻烦，也能表达对孩子的疼爱。但是在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致命的税务陷阱。孩子继承的是你当年买房子的原始的成本金，而不是房子当下的市场价值。假设你当年是以$30万买下的房子，现在的房子市值涨到了$100万。如果是直接把房子过户给孩子，房子有$70万的增值的部分，会全部的计入孩子的资本利得税。$70万的计税范围，按照美国的资本利得税的税率，这个70万大概是要缴纳14到20万美金的税费，让孩子到手的实际资产瞬间缩水到80到86万。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杂费，最后剩下的寥寥无几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方式一旦过户，房子的产权就完全属于孩子。后续若是孩子出现债务的纠纷，婚姻破裂，这套房子还可能被分割，那么你辛苦攒下来的家业，随时可能付诸东流。第二种，请在遗嘱里面写清楚房产的归属。还有很多华人觉得，只要在遗嘱里面写清楚房子留给孩子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但是在美国，遗嘱继承从来都不是写清楚就好，而是会被直接拖进冗长、繁琐又昂贵的遗嘱认证程序。这个程序到底有多坑呢？首先，耗时非常的长，通常是需要6个月到2年的时间，甚至更久。在这期间，房子无法出售，无法过户，孩子拿不到1分的收益，还要承担所有房子的地税、业务费等等的开销。其次，费用极高，遗产的认证费、律师费、法院的手续费，一层一层的叠加，通常要吃掉房价价值的10%到20%。最后流程非常的繁琐，需要反复的提交材料、出庭作证，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很多的华人家庭，光是应对遗产的认证，就身心疲惫。还是以这套3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价值100万的房子为例，经过遗产认证，扣除差不多15万左右的费用，再加上其他可能产生的损耗，最后可能孩子真正拿到手的，往往不到65万，也就是房屋价值的65%。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增值收益，几乎被消耗殆尽。第三种，把房子放进生前信托，孩子设为受益人，这才是华人房产传承的聪明做法，既避开了直接过户的高额税费，又躲开了遗嘱继承的遗产认证陷阱，让孩子能全额继承您的房产，甚至能避开后续可能产生的税费。合法合规，一劳永逸。它的核心优势有2个：避开冗长昂贵的遗产认证，省时省力省钱，
当你过世之后，房子不需要经过任何的遗产认证程序，也不需要找律师，不用去法院，而是直接通过信托转移到孩子的名下，没有繁琐的流程，没有高昂的律师费，也没有认证费，没有漫长的等待，孩子能快速的拿到房产的产权，不用承担期间的额外开销，最大的限度减少了资产的损耗。第二，触发调整后的基本基础，全额豁免增值部分税，这是最关键的，最能省大钱的一点，也是信托传承的核心优势。孩子通过信托继承房产的时候，房子的成本基础会被重新设定，不再是你当年买房的30万，而是你过世当天房子的市场价值。这完全合法合规，在美国政府允许的资产规划方式。记住，在美国，房产传承的核心不是把房子给孩子，而是把房子完整的、无损耗的给孩子。直接过户，税后会帮你分走一半的增值；只写遗嘱，律师会帮你消耗大半的资产。放进生前信托，让孩子全额继承，一分钱都不用多花，也是保全了传承资产的唯一优解。在美国，同样把房子留给孩子，方式不同，资产就相差40%。用好信托工具，才能给自己的孩子做好财富的保障。随着现在资讯的发达和人们对财富传承的观念在不断的进步，生前信托这个词已经一点也不陌生。把资产放进信托这个法律容器里，由信托来持有和管理资产，并且按照您的设定的规则交给指定的人。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